酱肉丝的话，平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吃过吧。今天买了一块牛肉，要给大家做一道大家肯定没吃过的京酱牛肉丝，不是北京的京哈，是黄金的金。这块牛肉的话还比较好，我们要把筋膜先去掉，如果不去筋膜的话，炒出来是咬不烂的。这个筋膜剔下来不是没用了哦，咱们拿来做红烧牛肉面或者是牛肉烧土豆烧到里面就可以了。现在把牛肉切成丝，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冻一下之后再切，那样子的话就和切萝卜一样的。切这个丝可能很多朋友切不好，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哦，只有熟能生巧，或者是把它冻硬了之后来切，冻硬了之后就大家都能切得好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切丝的时候，能够顺丝切就尽量顺着纹路切，因为逆着纹路切的话很容易断。但是有时候买的肉不是那么称心如意嘛，就像今天我们这样子的，顺着纹路切的话也不是很好切。香料的话，准备一点青红椒，大的哦，切成丝。再来一小节紫姜，也把它切成丝。香菜的话也要稍微多一点，切来长一点哦。这个杆就和青红椒放到一起。牛肉丝、马味、上姜、胡椒粉、毛毛盐、生抽、酱油、料酒又没有了，水，下手给它码匀。让牛肉把料酒、水、酱油这些全部都吸收进去。如果你是买到注水牛肉的话，它水都已经吃满了，就吃不进去了。抓至非常粘手的时候，来上一点水淀粉，再次给它下手码匀就可以了。还是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打，这样子炒出来的牛肉就比较细嫩了，并且不容易脱浆。现在的话，先来打一个味汁。甜面酱川式的哦，毛毛盐、糖、酱油、生抽的哈，毛毛醋，水少许，再来点淀粉，用勺子给它调转，记住一定要把甜面酱调散。最后倒2滴香油。接下来的话，重点来了，怎样炒牛肉丝不粘锅？怎样使用铁锅炒肉煎鱼不粘锅？我讲过很多次。但是大家还是这样子问我，凯锅，你那个锅是不粘锅吗？我这个锅就是普通的铁锅，大家看，可以随便刮的。来，95号的菜籽油来一点。油温我们烧至70%热，就是刚刚冒烟的时候，把锅这样子拿起来晃动，下面继续用大火加热，持续1分钟。1分钟过后，我们关火，让油冷却也可以，把这个油倒出来换新的冷油也可以。这样子锅就制好了，保证第2天你炒肉丝不会粘锅。把锅制好过后，下入码好的肉丝，大家看，是不是很轻松的就能滑散？没粘锅吧？但是粘勺了，因为我勺子没有沾冷水，所以就有点粘勺。牛肉炒散后，来上一点姜蒜末，再把青红椒、紫姜也放进去，大火翻炒匀净。稍有翻炒过后，烹入调好的味汁，继续给它翻炒均匀。芡汁收紧，下香菜，淋明油，拨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这个颜色看起来有点巴适哦。最后我们再放上几片香菜叶子，在这最顶部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京酱牛肉丝就做好了。真正炒出来的牛肉丝鲜嫩，带着甜面酱的酱香味，做法也很简单，就是一道好吃的家常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3个。吃之前还是给大家说一下，今天这个有点小小的翻车了，主要是没有做到收汁晾油。味道还是很标的符。这种菜呢，做起来又比较简单，就比我们什么水煮肉片啦、红烧肉啊简单多了。
用大碗干饭才过瘾。主要是饿了哈，所以很起来泡饭。现在这个猪肉便宜了嘛，感觉还是吃猪肉划算，牛肉真的没那么划算。牛肉42一斤，猪肉13块、14块。这块五花肉就是上次我们做了粉蒸肉的哈，把上面这一节肥的剩下来了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四川特色的熬锅肉。熬锅肉其实呢就是回锅肉，只不过它是用的五花肉，并且是用的这种比较肥的。回锅肉的话，一般用的2刀。先把皮烧一下。大家如果家里面没有我这种喷火枪的话，就把它放到锅里面蹭，你们懂的噻。烧好过后，给它一挂，挂洗干净的五花肉放入汤锅中，先把它煮熟，加入一点姜葱、料酒、干发椒，先用大火把它烧开，盖上盖子，烧开后转小火煮25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认识的朋友？用这个来炒熬锅肉的话，真的是香，也可以丢在泡菜坛子里面泡。在我们内江这边的话，喊鹅巴劲儿，用普通话的话应该叫那个教头。已经没有叶叶的，叶叶现在的叶叶比较老了，所以只有个脑壳。把它理一下，这里的话还是有一点多，清洗干净。因为表皮我们已经撕掉一层了嘛，所以基本上啊都是很干净的。我们给老本丢几个到泡菜坛子里面泡起，剩下的我们来把它切一下，打斜刀切一下就可以了。鹅巴劲儿回锅肉，以前农村的话就是时令蔬菜嘛，这个出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炒回锅肉。再准备一点小料，姜、葱、蒜。肉的时间煮来差不多了，揭开盖子，露出来自然晾凉，漂亮吧？这块肉。前几天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这个新闻吧，就是电动车在电梯里面自燃了。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。当初老本要买车的时候，他就想买一个那种小的折叠的，说拿上楼去充。然后我坚决不同意，真的，因为这个安全第一。我给他说了，这个哪怕咱们不骑车，也不能把这个车子搞到楼上去充，这样子真的很危险。所以我也建议各位在看视频的朋友哈，一定不要把锂电池啊，还有就是那个电动车整上楼去充电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也保护好家人，同时也保护好别人的家人。这个肉应该也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肉切起炒了就吃饭。还给大家讲一点，就是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最先要考虑的是后果，而不是这个事情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啊，或者是方便啊。最重要的是，首先就要考虑后果，这是我做这个事情的原则。真的，每次我做事情都这样子，第一个就要考虑这个事情的后果。这个肉比较大块，从中间一分为2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样子就刚刚好，8、9分熟。皮朝着自己，切成薄片。厚度的话，大约就是2毫米左右。切到最后一点不好切了，我们就用片的方法。锅里面来一丁点油。这个肉这么肥，我为什么还要放油？如果不放油的话，它有一丁点瘦肉，下锅的时候还是要粘锅，所以多多少少你要放滴点油。这里还准备了一点甜面酱、允川豆豉。锅置好了，下入切好的这个五花肉，先用中小火慢慢的煸炒，把这个五花肉的油脂炒出来。大家可以看到熬出了非常多的猪油，我们用瓢棍把它舀一点起来。肉的表皮炒至微微变黄，下姜葱蒜和允川豆豉，再来上一点川式甜面酱、四川豆瓣儿。继续用中小火把颜色和香味都一起炒出来，下入鹅巴劲儿，大火快速的翻炒匀净，来一点谷氨酸钠，
再来一点白糖，继续给它拨转炒匀。这个鹅八劲要稍微多炒久一点，它才香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吃起来没有辣味，就不像我们的蒜苗啦、青椒啊这些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。这个一定要炒死一点，好吃。鹅八劲大约炒2分钟过后就可以关火出锅。现在已经熟了，好香好香。非常好吃的鹅八劲熬锅肉就做好了，真子炒出来鹅八劲香，然后肉吃起来也是不油腻，特别的香，并且下饭。做法呢也是超级的简单，和我们的回锅肉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搞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我已经闻不起了，看到这个肉真的是垂涎三尺，香。鹅八劲也比较脆，现在鹅八劲就天气热了嘛，基本上很少了。要吃的话得等到年底去了，真的有点把手，非常的标准符，盐味刚刚好，不咸不淡，简单下饭。大家如果买不到鹅八劲的话，也可以换成蒜苗啦，或者是青椒之类的。总之来说，真的炒出来，它是川味家常味，但是应该是川菜里面堪称下饭神器的一道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够了，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对了，我给大家讲一下熬锅肉的来源。农村不是敬菩萨呀、敬老人都会用那个五花肉很肥的煮一个刀头。就是那个刀头敬了菩萨或者敬了老人之后，再拿回来炒，就叫熬锅。